阿翁，哎，小豆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是为何呀，小豆子？阿翁，我知道您想除掉裴行俭是为我着想，可是我求您，再不可对他有歹念。裴行俭他早就知道我的女儿身，从我逃出宫那时就知道了。他对我并无恶意，还救了我好几次。您差点酿成大错，让我成为罪人。裴行俭早就知道你是女儿身。这个裴行俭查过你阿娘的旧案，说不定他早就知道你是安大家的女儿，这太危险了，必须想办法让他闭嘴。阿翁，现在不光裴行俭知道，武才人也知道。什么？武才人也知道了？哎呀，阿翁您放心，武才人和裴行俭是好人，他们不会害我的。深宫之中危险重重，我多了2个朋友可以守望相助，这不是好事情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，跟你阿娘一样，总是把别人看得跟你一样善良，岂不知人心险恶，还易变。哎呀，阿翁，我知道您最疼我，我答应您，我一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有危险。不过您也要答应我，不能再让裴行俭受到伤害，也不可再伤害武才人。你这孩子呀，我现在不答应你行吗？现在连武才人都知道你的身世了，总不能把知道你身世的人都一一除掉吧？就算阿翁有这个心，他也没这个本事啊。哎呦，阿翁，您消消气吧。你这个孩子呀，你就不能让阿翁省点心吗？我知道了。梦中仙姑受益的事，被你说的活灵活现，跟真的似的。这几天仙姑有没有在梦中又教你什么新技法呀？就算卓大家不问，我也正想跟您说呢。自上次仙姑受益之后，一连几天仙姑都没有出现，我心里急啊，心想若仙姑再不来托梦，我要如何向卓大家交代？昨晚我睡前净手焚香祷告，求仙姑一定要再来托梦。结果仙姑真的来了，还教了我错针绣的绣法。根据仙姑梦中所授，我用错针法绣出了这手帕上蝴蝶的羽毛，果然是十分逼真。卓大家看看。这错针绣法，安氏当年教过我。可我并未教过上福居任何人，小豆子是怎么学会的？难道梦中仙姑受益的事是真的？这错针绣法有什么稀奇的？当年我师父就曾教过我，还用得着梦中仙姑受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故弄玄虚，耸人听闻。原来卓大家您会这针法，可我并未见过上福局其他人用过此针法呀。那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教给过他们。受益要从打基础开始，等他们把基础打得牢牢的，我自然会一样一样的教给他们。原来这种针法，阿娘教过卓锦娘。卓锦娘却自私小气，不肯将技艺传承给上福局其他的宫女。真是高人所见略同。梦中仙姑也是这么说的，说我没有受过正规训练，基础不牢，所以仙姑要从基础开始，一样一样的教给我。仙姑说了，除了错针绣，还有什么乱针绣、网绣、满地绣。这些针法都是安氏曾经教过我的。那梦中仙姑真是这样说的？真是这么说的，如假包换。那你那梦中仙姑长什么样子？年方几何？她有没有告诉你她前世为人之时姓什么叫什么？梦中仙气缭绕，
我努力的看，却怎么也看不清仙姑的样貌。她的年龄和姓名也未对我说起，我自然也不敢多问啊。不过仙姑说了，说我天资聪颖，这些基础的技艺用不了几个月我就能学会。到时候，她会将已经失传于人间的绝学悉数传授于我。悉数传授？那梦中仙姑当真是这样说的？嗯。师傅，方才花千阿监过来催，问杨妃的枕套绣好没？为师伤势未愈，不能久坐。七娘，师傅您慢点。你来，照着这个图样，给杨妃重新赶制一对枕套。是，徒儿一定好好做。等一下，这个彩蝶的绣法，我还不曾教给过你。师傅，您虽然不曾教过我，但是徒儿可以试一试的。这是杨妃的枕套，岂能大意？就凭你的技艺，只会添乱。算了，你还是把这个拿给小豆子，让他去试试吧。是。小豆子，这是为杨妃绣制的枕套图样，我已经画好了，不妨看一下。这个小豆子果真邪门，只要是针线上的功夫，竟桩桩件件都难不住他。他若不是和安大家有关联，哪来的这些本事？安氏死了，他女儿琉璃也死了，那还能有谁？对呀，当年我一直没能找到师傅的制衣秘籍和金针，难道师傅真的把这些宝贝留给了别人？如此说来，小豆子的制衣技艺真的有可能源于师傅。七娘子，杨妃的这对枕套，由七娘子帮我绣刻好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暂且别让卓大家知道，子悄悄的绣。卓大家若是看不出来，那便是你的技艺真的长进了。可是，我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这上面的针法都是我跟子讲过的，如今正好有机会练手，再好不过了。我师父对我，如有你对我一半好，也不枉我敬重他这么多年。小豆子，若认真论起来的话，你才算是我真正的师父呀。小心被他听见。我教子是我心甘情愿，可不想子因此得罪了你师父。我跟子说句掏心窝的话，
卓大家，他心狠手辣，绝非纯善之辈。你留在他身边，千万要多小心一些，莫被他利用算计了去，被他害了也不晓得。这傻小子，身处险境而不自知，还只顾替我操心。我身无长物，师父又怎会在意我？师父忌惮的人是你啊！师父可是做噩梦了？我梦见暗示了，我梦见暗示他来找我了，他死都死了，还敢到梦里来吓唬我。他说要让我给他偿命。安大家为何要师父给他偿命？难道……为师当年那也是大义灭亲，合作之友。是那暗示自己不识时，我自寻死路，与我何干？没错，他是在吓唬我。对，他就是在吓唬我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他能奈我何？不管怎样，死者为大。既然安氏已经托梦给了师父，不如师父替他上炷香，以慰亡灵。七娘，今日是初几？今日是初8。初8，恰好是安氏的忌日。难道真是安氏死不瞑目，来找我索命？七娘，你说的对，好歹他也是我师父。你去，给我折么些香烛纸钱，我要祭拜。师父，这宫内守卫森严，咱们去哪儿祭拜啊？一心宫。一心宫？是那个闹鬼的一心宫？小豆子说了，他的记忆就是梦中仙姑所受，而那仙姑说的自己的冤魂，就是在那一心宫。瞧这景象，八成就是那暗示。一心宫闹鬼，少有人去，咱们就去一心宫祭拜，最为合适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安大家的死多半与师父有关。今日适逢他的忌日，难怪师父心中如此惶恐难安。阿娘，琉璃进了上府去，就是为了给阿娘报仇，替阿娘洗刷冤屈，等阿娘大仇得报，女儿便要找到当年救我的那位郎君，再向他讨还寄存在他那儿的金针和制衣秘籍，将阿娘的制衣绝学好好传承下去。
可这纸钱还没烧完呢。来不及了。师傅，您慢点。行行行。什么东西？走，快点儿！师傅，除了咱们，难道还有人来这祭拜？不会吧？这么凑巧，偏偏也是今日。胡饼，这胡饼可是安石当年最喜欢吃的吃食。难道祭祀之人真的与安石有所牵连？瞧这情形，定是走得匆忙。此人应该没有走远。亲娘，快，赶紧去追，快去追呀！是。齐娘子子，是我。小豆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今日是安大家的忌日，难道你和安大家真的有什么关系？齐娘子子，你先听我解释。亲娘，啊，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你们两个快跑，我去把师傅引开。好。亲娘，里面可是发现什么了？徒儿里里外外的仔细搜了一遍，生怕有什么疏漏，可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。师傅，这宫中祭拜之事并不少见，今日之事也许只是个巧合吧。可是今日是安氏的忌日，而且那胡饼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吃食，我不信，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小豆子，一定是小豆子。师傅，小豆子年纪还这么小，而安氏已经去世了10多年，怎么可能从安氏那学到制衣技艺呢？说不定安氏生前留下了一本什么制衣秘籍，被小豆子给得到了，所以他才会有那么高超的制衣技艺。没错，还有代表那天下第一针的金针，或许就在小豆子手里。对，小豆子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已经猜到，我阿娘就是卓锦娘刚才说的安氏。我跟你说过，有个歹人害了我阿娘，还想夺走我阿娘的宝贝。那人就是卓锦娘。卓锦娘觊觎我阿娘的制衣技艺，还想夺走我阿娘那根代表着天下第一针身份的金针。所以这些年来，
一直在查找我的下落。你可知道你现在有多危险？我早就将阿娘的金针和制衣秘籍藏在了一位救命恩人那儿。虽然我不知道恩人的姓名，他住在哪儿，但日后我定能找到他，将阿娘的宝贝取回来。如今卓锦娘没法从我身上找到金针和秘籍，也就不能断定我的身份。就算卓锦娘没有断定你的身份，但也没有消除对你的怀疑，那只会更危险。玉儿，我送你出宫，去个安全的地方。不，我要留在宫里，我要给阿娘报仇，替阿娘洗刷冤屈。此仇不报，我绝不出宫。师傅，上回咱们不是搜过他寝屋一次了吗？上次找的是衣裙，这次搜的是金针。那找一件衣裳和搜一根针能一样吗？但凡能藏下一根针的地方，都不能够错过。听见了没有？是。那师傅，若是真的在小豆子这儿搜到金针，您打算怎么办啊？如果真的搜到了金针，说明小豆子就是安氏的传人。他潜伏在上福局，不是为了来找我麻烦，就是为了跟我争夺天下第一针的封号。无论是哪一条，他都该死。师傅，徒儿那边已经搜遍了，并未找到什么金针。你以为搜不到金针，我就会放过小豆子了吗？只有一日找不到金针，小豆子的嫌疑仍旧最大。小豆子若是安氏的弟子，那就是我将来的死敌。安氏的弟子只有我一个，永远只有我一个。若我现在心软放过他，那就是给我自己的将来埋下一个祸根，你懂吗？徒儿明白了。赶紧搜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小豆子，昨夜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吩咐你去给杨妃绣制枕套，你绣好了没有？回卓大家，我昨晚熬了一夜，已经做好了。枕套呢？拿来给我瞧。枕套在七娘子子那儿。我让你绣的枕套怎么会在七娘那儿？这枕套是为杨妃绣的，小豆子做好后不敢擅自送去，所以才将绣好的枕套交给七娘子子，好由卓大家定夺。啊。师傅，枕套绣制好了。那，赶紧给杨妃送过去吧。是，徒儿这就去。成了！我绣的枕套终于瞒过了师傅的眼睛。小豆子，都是你教的好，谢谢你啊。是我该谢谢子子才对，昨晚多亏了子子。小豆子，你跟我出来一趟，我有话问你。小豆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究竟是不是安大家的传人？不错，小豆子的技艺确实源于安大家。我教你的这些技艺，就是安大家的绝学。这么说，安大家当年果然留有制衣秘籍，还有金针，是不是也在你手上？
你放心，我并非是要打探你的秘密，是师父已经对你起了疑心，方才还去你的寝屋里搜了个底儿朝天，想要找到制衣秘籍和金针。亲娘子自放心，我并没有那枚金针。说起秘籍，也早就被我弄丢了。如今安大家的制衣技艺都在我的脑子里，卓锦娘想找是找不到的。师父向来多疑，就算没有找到金针，也会疑心是你把金针给藏了起来，并不会消除对你的戒心。小豆子，留在上夫局你会很危险的，还是尽快想法子离开这里才好。多谢子子提醒，不过我不能走，除了上夫局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这个人，怎么这般固执呢？七娘阿坚，阿坚无需惊慌，裴某并无恶意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知道，你是窦一官生死相交的朋友。其实你不知，我与窦一官也是好朋友。我今日才知道，原来窦一官是安大家的传人，他教给我的，竟然都是安大家的绝学。如此珍贵的制衣绝技，窦一官竟然能毫无保留地全部悉心相授于我。他的这份情谊，七娘绝不会辜负的。左卫律尽可放心，关于窦一官的秘密，我绝不会告诉给师父的。阿坚善恶分明，裴某替窦一官谢过阿坚了。只是就算七娘不说，我师父对窦一官也已经起了疑心，他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左卫律还是劝他早日离开上夫局才好。我劝过了，可是窦一官不肯离开，所以裴某才冒昧的来找阿坚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帮助他脱离险境。不知阿坚可否愿意帮助裴某，帮助窦一官？七娘愿意。只是这个办法必须瞒着他，阿坚可能做到。只要能够帮助窦一官脱离险境，我不告诉他便是。哪怕事后被他埋怨记恨，阿坚也还愿意。不知左卫律说的究竟是什么法子？你若不答应，我便不能说。好，只要能够帮助窦一官，七娘愿意。孙内侍，裴某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想请孙内侍帮个忙。孙某不爱与人来往，更不是什么热心肠的人，你还是免开尊口为好。我要帮的是琉璃，孙内侍难道不想听一下吗？阿坚无需紧张，这家店主并不知道真相，所以日后卓锦娘追查起来，也不会留有纰漏。我看这个成色挺好的，就要这2个。嘿呀，还以为阿坚要过上一阵子才会出宫采买，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来了。上回采购之时少买了些东西，所以只得再来一趟了。阿坚来得正好，昨日有一尼师上门打探阿坚。打探我？那位尼师听说宫中上服局的阿坚常来小店采买，于是寻了来，说是有人病重，急需一大笔钱治病救命，所以才忍痛割爱，拜托尼师变卖祖传的宝物。此物大有来头，旁人不识其珍贵之处，卖不出价钱，唯有在宫中上服局当差的官人方知它是无价之宝。
那尼师所说，当真是金针？没错，那尼师说的便是金针。他还给店家留下了安堂的地址，只是徒儿急着回宫向师父禀报，还没来得及去安堂查验呢。好，太好了！月儿，怎么是你啊？是七娘约我来这儿的，是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我。是我让七娘把你约出来的。我的确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东西为何会在你手里？难道你就是？没错，我就是当年将你带离吴府的那个人。你就是11年前救我的那位恩人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替我保管了11年。你知道这东西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这是我阿娘的宝贝，也是我最真实的东西。我虽然想着有朝一日或许能将它找回来，可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一定会来得这么快。不对啊，金针，这里面还有一枚代表着我阿娘天下第一针身份的御赐金针，你瞧见过吗？别找了，金针不在里面。金针呢？金针在哪儿？我当年分明有将金针放在里面的。琉璃，你先别着急，好好听我解释一下。琉璃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？阿翁说，你曾暗中调查过我阿娘的案子。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和秘密。没错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还猜到，你阿娘是因为冤屈而死，你冒死回宫到上福局当差，也是为了找卓锦娘报仇。我一知道你的身份，就想着把秘籍和金针给你。可那日，我恰巧撞见卓锦娘在你屋里搜查，所以我改变了主意。因为只要卓锦娘发现你和安氏有关联，这些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危险。金针，你方才说到金针，这么说，金针没有丢，对吗？金针之前确实在我这里，此时卓锦娘应该已经拿到金针了。你说什么？为了你的安全，暂设金针是最好的办法。抱歉得很，你们来晚了。这枚金针，老尼不卖了。什么？你是在戏弄我吗？老尼怎敢戏弄皇宫里的女官呢？之前受金针主人所托，欲将金针卖了给他治病，去了几家当铺，都说金针只值那么一点点金子，卖不出什么价钱，不够治病的。金针主人才让我去上宫里面找你们，
说是只有上服局的人才知道金针的出处，能卖足够的价钱给他治病。不料，还没等你们来，他便病死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金针是当年圣上赐给我师父安大家的，是代表着天下第一针的信物。今日，你若将这金针交出来便罢，否则，你和你这小小安堂将永无宁日。琉璃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要听你解释。我既选择回宫报仇，就不会贪生怕死。我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安危，将阿娘的金针赠给害死我阿娘的仇人？这比杀了我更让我痛苦。琉璃，你先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那金针乃是身外之物，你在上服局当差，势单力薄。卓锦娘一旦动了杀心，就算太子和武才人想救你，那也是鞭长莫及。你若死了，你娘的仇该如何报？你娘的冤屈又该如何昭雪？我不要听你说这些大道理。阿娘当年为了救我，放弃了最后生的希望，而我呢，为了保住自己生的希望，却要出卖阿娘的信物，出卖阿娘的尊严。这样苟活着，还不如杀了我。我不能让卓锦娘找到阿娘的金针，不能。琉璃，琉璃，你冷静点。琉璃，啊！对不起啊，琉璃。但凡能有更好的办法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这么痛苦。你可以恨我，怨我，但你一定要活下去。只要活下去，就一定会有希望。没错，是他，我找的就是他，我找了你10年，这就是代表着天下第一这身份的金针，我终于找到了。是我的，终究是我的，早晚都是我的。
倪师是可以信赖之人，几年前我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他会全力帮助我们。此事过后，我会送倪师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保证他的安全。倪师，你与这琉璃是什么关系？竟如此尽心，替他立下往生牌位。11年前的一个清晨，老尼打开庵门，见一个女孩病倒在门前，浑身是血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我见她可怜，便收留她在庵中治病。这孩子说她叫琉璃，是从死人堆中侥幸爬出来的。再问她别的，一个字也不说。这些年，多少时候她都是在卧床，靠汤药续命。你也看到了，老尼庵堂清贫得很，确实再无钱买药。琉璃拿出金针，说是个宝物，能换钱治病。可还没等到卖掉金针，他便往生极乐。倪师，这琉璃的遗物中，你可看到有一本制医秘籍？